这位大叔趁农场主不在，竟然偷走了几枚巨蛋。起初以为他只是嘴馋，准备吃巨型荷包蛋。果然，当大叔将它们带回家后，便将蛋蛋挨个放进滚烫的热水里浸泡。这难道是为了预防煎蛋时的粘锅问题吗？由于巨蛋的外壳异常坚硬，无法轻易敲碎，因此大叔特意找来钻头给它们戳开了一个孔。然而，大叔这一系列看似准备吃蛋的残忍行为，其实都只是为了救助他们的一条小命。原来，大叔把它们带回家，压根就不是准备吃的，而是想要将它们孵化出来。这几枚蛋体型巨大，呈墨绿色，外壳上还有着突出的墨绿花纹。大叔很好奇里面会孵化出个什么动物来。为了能顺利孵化，大叔斥巨资买来一套孵化器。可是由于这些巨大的蛋蛋外壳太过坚硬，大叔连续孵化了多日都没有出现任何动静。正常的蛋可以通过光照来判断内部的情况，从而知道这枚蛋是否健康或者是否受精。然而这种蛋外壳的颜色太深，根本无法通过光照的方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。于是大叔才将它们放在温度适宜的水中，以此来判断内部是否存在活着的小生命。令人遗憾的是，6枚蛋中只有1枚展现出了生命的迹象。只见蛋在遇到温水后轻微摇晃起来，这表明这里面确实有着一只鲜活的小生命。而大叔之前拿着钻头给蛋壳钻孔的行为，是因为他发现当这枚鸟蛋听到口哨声后，居然奇迹般的晃动了几下身体，隐隐有破壳而出的趋势，但之后又不了了之，没了动静。大叔考虑到这种蛋的外壳太坚硬，担心里面的幼鸟无法成功破壳，因此采取了给蛋钻孔的策略。其实之前那些看似无厘头的行为，实际上是在挽救它们的生命。就这样，在大叔的一番操作下，几天后蛋壳果然多了一道细长的裂缝。看来今天就是这个神秘动物破壳而出的日子了。只见里面的小家伙不断地撬动自己的外壳，似乎狭小的空间让他很是难受，已经迫不及待要来到这个世界了。不过这还需要一个漫长且煎熬的过程。经过半天的努力，里面的小家伙已经露出了半个身体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正常的雏鸟刚破壳都是光秃秃的，而这种鸟类居然刚出生就有着一身浓密的毛发，这让大叔更加好奇它到底是个什么种类了。期间大叔就一直耐心地陪伴在其左右，抚摸着小家伙的身体为它加油打气。幼鸟破壳都是相当艰难且痛苦的过程，而这只幼鸟的蛋壳异常坚硬则更加困难。它不断的努力挣扎，回应着大叔的鼓励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成功破壳。看到这里，大叔帮它剥去残留的蛋白，这个小生命也真正顺利的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因为小家伙出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叔，似乎将大叔当成了自己的妈妈，乖巧的依偎在大叔手心里，不吵也不闹。在大叔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仅仅1天的时间，这只幼鸟就已经能够独自下地走路找水喝。小家伙对大叔是无比的依赖和亲昵，无论大叔走到哪，它就跟到哪。尽管走起路来还有些踉踉跄跄，但也要努力跟上大叔的步伐，时时刻刻都想黏在大叔的身边。之后在大叔几个月的悉心照料下，当初那个小可爱竟然已经长得快比大叔还要高了，没有愧对自己当初那枚体型巨大的蛋。不过看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搞明白，这种体型酷似鸵鸟又酷似羽暴龙的小家伙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？大叔在野外捡到3枚神秘的绿色巨蛋，没想到他竟将蛋蛋放进盛满水的大锅里。难道这是打算把它们煮熟吃掉吗？其实大叔只是想将神秘蛋蛋孵化出来而已。他很好奇这种没见过的巨蛋会孵化出个什么动物，可由于蛋壳太厚，无法通过光照来判断内部的情况，因此大叔才将它们放在温度适宜的水中，以此来判断内部是否有存活的小生命。确定了3枚蛋蛋都是正常受精状态后，大叔正式开始了漫长的孵化工作。他先是给每个蛋都做了数字标记，免得搞混淆了。接着又给他们挨个称重，做好记录。做完一切后，将蛋蛋放进准备好的孵化箱中。通常孵化蛋的温度在38度左右，但由于这种蛋壳太过坚硬，于是大叔直接将温度调到了40度。这难道真的不怕把它们给烤熟了吗？孵化期间，大叔每天都会记录蛋的重量变化，因为幼崽会不断吸收蛋内的营养而导致重量减轻。就这样10天的时间过去了，大叔发现其中1枚蛋的重量下降速度明显过快，难道真是因为温度太高被烤熟了？为了解决问题，他购买了保温孵化箱，加入水，将温度湿度调到适宜的状态，将第3枚蛋单独拿出来放进保温箱孵化。接下来又接连观察了几天，在确认这枚蛋体重又恢复正常走向后，这才舒展了紧锁的眉头，终于松了口气。为了能更好的验证3枚蛋蛋的状况，于是再次调制了一盆温度适宜的水，首先将那2枚状态比较好的蛋蛋放入其中。只见2枚蛋在遇到水后不停地摇晃起来，这表明着内部正孕育着鲜活的小生命。随后大叔又将那枚单独孵化的蛋蛋放了进去。让人遗憾的是，第3枚蛋并没有前2枚蛋表现的那么活跃，那轻微的晃动让人分不清是水在晃动，还是蛋体内的小生命在动。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此时里面的小生命已经能感受到外界的动静，于是大叔先将第3枚蛋单独拿了出来，尝试通过吹口哨的方式来唤醒里面沉睡的小家伙。然而大叔对着蛋蛋接连吹了好几声，蛋体仍是纹丝不动，没有任何反馈。大叔见状又立即拿来另外2枚蛋做了相同的实验。
这2枚正常的蛋在听到大叔的口哨声后，立即就肉眼可见的抖动起来，给予回应。反而之前那枚蛋，大叔怎么努力都没反应，仿佛是已经失去生命的死蛋一枚。难道里面的小生命真的已经夭折了吗？即便这样，大叔也没有轻易放弃，还是决定要将孵化工作进行到底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大叔发现2枚正常蛋壳突然多出了裂痕，在听到熟悉的口哨声后，里面的小家伙立即晃动，给予了回应。大叔见状，露出了老父亲般开心的笑容。第二天一早，2枚蛋同时迎来了破壳的时刻。不过这还需要一段漫长且艰难的过程。见此情形，大叔连忙去检查第3枚蛋的状况。他将蛋拿起来放在耳边，仔细倾听着。可令人遗憾的是，蛋壳的内部依然没有传来一点点声音。就当大叔感到心灰意冷之时，另一边的2枚蛋却带来了好消息。其中一个小家伙通过挣扎已经露出了大半个身子，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了。只见小家伙通过休息恢复了一些体力，接着卯足了劲，一鼓作气成功破壳而出。刚出生的小家伙站都站不稳，只能依靠在大叔的手心里勉强站立。他的下半身像只鸭子，但又有个鸟的脑袋，身体也比其他鸟类要大得太多。大叔一时间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个什么动物。接下来发生了令人暖心的一幕，先出生的那只依偎在另一枚蛋上叽叽喳喳，似乎在为自己即将破壳的兄弟加油打气。大叔见状立即心生一计，将小家伙拿到外面那枚蛋的身边，希望通过他的叫声唤醒这枚蛋。另一边，在大叔的陪伴下，第2枚蛋通过不断的努力也成功破壳诞生。大叔在安抚完小家伙激动的情绪后，便也将它放在了第3枚蛋的旁边，希望他们2兄弟能成功唤醒老三。就这样又连续过去了几天，第3枚蛋却仍迟迟没有孵化的迹象。眼看已经过了预估的破壳日期，大叔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于是拿来钻头准备给蛋钻个孔一探究竟。然而就当大叔如火如荼的进行钻孔时，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破壳声，这可把大叔吓了一跳，直接愣在了当场。这下可算是彻底的芭比 Q 了，他慌张的以为自己把蛋壳给搞坏了，谨慎检查一圈后，才发现是里面的小家伙自己啄开的。大叔这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，伴随着一声熟悉的口哨声，里面的小家伙终于给了大叔该有的回应。幸运的小家伙并没有过早夭折，他只是比兄弟们来的要晚一些而已。这都多亏了大叔一直不抛弃、不放弃的精神，在大叔的陪伴下，历经磨难的小家伙终于姗姗来迟降临人间。大叔心疼地将这个可怜的毛孩子抱在手心，更是温柔地亲吻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小家伙。自此分别已久的3兄弟也终于团聚，或许是他们出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叔，也因此把大叔当成了爸爸。当3小只听到那熟悉的口哨声后，一个个激动地朝着大叔跑了过去，更是化身成为3只小跟屁虫，时时刻刻都想要黏在大叔的身边，永远不分开。因此大叔成功收获了3个粘人的小妖精，对这3个可爱亲人的小家伙爱不释手。不过看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这种像鸭子又像鸟的小可爱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？这只小狐狸一直跟随在小姐姐身后，任凭小姐姐怎么甩都甩不掉它，似乎在恳求着不要丢下自己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今天小姐姐带着狗狗外出游玩，突然狗狗神色匆匆朝她跑来，行为异常，似乎是发现了什么。于是小姐姐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。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一只狐狸宝宝，此时它被渔网缠住，蹲在深坑里无法脱困，不断发出凄惨的叫声，希望有人能救救它。然而在四周围并没发现狐狸妈妈的身影，小姐姐心生怜悯，决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。小狐狸仰躺着，乖乖配合着救助。很快小姐姐便将它从渔网之中解救出来。小小的它跟只小狗似的，特别可爱。小姐姐决定就把它放在原地，希望狐狸妈妈能回来带它回家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姐姐前脚刚准备离开，这只小狐狸竟然屁颠屁颠跟了上来，任凭小姐姐怎么甩都甩不掉，似乎是在请求小姐姐带自己一起走。或许她也明白，一旦失去这个机会的话，自己很可能就要面临死亡。望着这个可怜巴巴的小可爱，最终小姐姐的心还是软了下来。她无法将小狐狸独自留在这里，面临未知的危险，于是拿来破旧的衣服将它包裹住。因为此时正值寒冷的冬天，小狐狸被冻得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在小姐姐的怀抱中，小家伙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温暖与爱，没一会儿就在怀中沉沉睡去。随后小姐姐带它去了附近的宠物医院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。由于不知道小狐狸究竟饿了多久，于是小姐姐用针筒给它喂了一管营养液。做完一切后，小姐姐便将它带了回家，并为它准备了干净的水和新鲜的食物。看到美味的食物后，小狐狸再也无法压抑激动的情绪，迅速凑到碗边，狼吞虎咽大口吃了起来。看样子真的是饿坏了。吃饱喝足后，小姐姐便准备给它洗个澡。等水完全打湿了它的毛发后，小姐姐才发现小狐狸身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虱子。这一幕看得让人心疼不已。显然这个小家伙已经失去妈妈很多天了，因为如果有妈妈在身边的话，绝对不可能任由这么多跳蚤欺负自己的孩子。小姐姐细心地帮他洗干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温柔地用毛巾帮他擦干湿漉漉的毛发。随着吹风机慢慢将小狐狸的毛发吹干，小家伙的毛发膨胀起来，更加的可爱了。很快2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在小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当初的小狐狸也长大有了狐狸的样子。
变成了一只活泼好动的小可爱，并且非常的喜欢小姐姐，每天寸步不离跟着小姐姐撒娇卖萌，时时刻刻都想要黏在主人身边。即便小姐姐带它去野外玩耍，小狐狸也不会放飞天性四处乱跑，而是老实乖巧的跟在主人左右。一旦有陌生人靠近，它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躲在小姐姐身后。小姐姐也曾想过将它放归野外，但它很明显已经失去了独自生存的能力。放归野外虽然自由，但风险实在太大，而且小狐狸被家养也不会感到孤单，因为家里还有一只和它一般大小的狗狗。如果那天不是这只小狗及时发现它，并去找来小姐姐救助，或许已经没有现在的它了。如今小狐狸把狗狗当成了最好的朋友，每天除了黏在主人身边，最喜欢的就是和狗狗一起玩耍。两小只之间每天都亲密无间，成为了彼此最好的玩伴。它们打闹累了还会相互依偎在一起睡觉。都说狐狸天生警惕，不喜欢接近他人，但它们也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。只要你对它有所善意，它就会一直铭记于心，并且会选择没有任何保留的信任。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啊！这大概是我见过混得最惨的猴子。猴哥本以为应聘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从此吃喝不愁，走向猴生巅峰指日可待。可没想到无良老板让他干着爬上爬下的高危工作不说，每天仅提供2根香蕉的微薄薪资，甚至还不给猴哥上保险。一旦工作稍有失误，就会血本无归。上岗第一天自然少不了岗前培训的环节。起初心大的猴哥捧着桃啃得贼香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。只见小哥将一枚椰子挂在树杈上，随后教导猴哥怎么把椰子从树上扒拉下来。初次工作的猴哥还爬上爬下，不太想干活，心想老板安排了你不想干的事情，该怎么拒绝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不过小哥可不惯着他，表示吃了我的桃就是我的猴。二话不说拿出宝剑示意猴哥自己看着办。在无良老板的压榨下，猴哥不情不愿地动起手来。小哥一边指导一边讲述着公司的企业文化，那就是椰不走空，只要是椰子就必须给我摘下来，我不管你怎么做，我只要看最终的结果。经过一番训练，猴哥终于将椰子赚了下来。岗前培训工作也正式结束。正所谓养猴一时，用猴千日。接下来小哥当然是要带着他去实战了，毕竟猴哥现在可是通往财富之门的钥匙。就这样，猴哥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被主人拉上车了，混得比家里的一条狗还要惨。心想下辈子还不如当条狗混吃等死。幽怨地望向黑心老板，却敢怒不敢言。小哥骑车带着猴哥一路风驰电掣，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怜悯的目光，寻思这又是谁家的倒霉猴子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实地作战的场地，望着一排排高达20多米的椰子树，猴哥差点吓得腿都快软了，后悔入职前没有强烈要求老板购买保险。原来这里是东南亚，是世界上椰子最大的产地，每年都会向外出口大量的椰子，为当地椰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。但面对几十米高的椰树，拿着长杆很难操控，攀爬高大的椰子树对人类来说也非常危险。因此这里的人开始训练猴子上树采摘椰子，可以有效地避免人类的危险，提高工作效率。由于担心猴哥会中途罢工甚至辞职，于是小哥特意在猴哥腰部拴了根绳子。这下子猴哥就是想辞职回家都做不到了，只能乖乖听话爬上椰树，任劳任怨地摘起了椰子。因为之前培训的缘故，猴哥很轻松就摘下了第一枚椰子。接连采摘了好几个椰子的猴哥已经手酸胳膊疼，刚想着停下来休息准备摸会儿鱼，可没想到下面黑心老板的催促声率先传来。猴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。猴哥无奈下只能继续卖力地摘起了椰子，随着一枚又一枚的椰子从树上掉落而下，猴哥对摘椰子的技巧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，相信他很快就能成为公司最优秀的椰子采摘师。期待着表现好一点，老板能给自己发个奖金。于是猴哥就越干越来劲，仅仅不到20分钟的时间，一棵树上成熟的椰子就全被他摘完了。没准你喝过的椰子汁就是一只猴子摘下来的。望着一地的椰子，小哥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很满意猴哥的工作效率。作为一名成熟的老板，小哥深懂用猴之道，二话不说奖励了猴哥1根香蕉和1个桃，又给猴哥画了一张又大又圆的饼，鼓励只要猴哥以后继续卖力干活的话，以后有机会让他带新员工，说不定还能给个主管的位置让猴哥当。只要继续卖力的给我采摘椰子，升职加薪，走向猴生巅峰不是梦。就这样，猴哥带着美好的憧憬和黑心老板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猴哥左摇右晃，看起来还挺开心的。那么你觉得训练猴子采摘椰子是对是错呢？